好了，各位亲友，大家晚上好。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分享哈。先分享美珠老师的一个体会哈。他这个体会很好啊。他说，老师是今天回放722课520哈，说我爱你，不内耗，无内耗，也不耗你。说这一课里啊，老师说您提到了我的美好的分享哈，可是还不到20天，我的老毛病又在发作了。说3天前啊，听到朋友的一句话，我又开始自我内耗。虽有觉知到这是不对的行为，自己呢也尽量在树立，在睡眠的时候啊，也通过听颂钵声来保持内心的平静，但还是控制不了头脑时不时冒出来的不良信息，止不住内耗。就是听到别人的一句话哈，和自己有关没有关系，有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联想，产生一些内耗。说中国学习回来啊，好容易安定的心，又被一件你看啊还未看到的事儿搞到心神不安了。就这事你还没有看到，可能还没有发生，这个事情说也可能并不是关于我的，就有时候自己会想啊，会猜想，搞到心神不宁，自己修心啊，真不知道修到哪里去了。说今天听完这一课，是真感恩老师，您又给我撒下了及时的甘露，帮助我熄灭了一直在内耗的这个魔苗，叫火苗魔苗哈。说真希望我接下来的人生路啊，能够天天都是520哈，我爱您哈，不耗己也不耗人，爱己爱人该多好啊！我相信美珠老师她分享的自己的这种感受，好多人也会有，就不知不觉的处于一种什么状态，一种焦虑的状态。这个事情发生了也好，没发生也好，或者有也好，或甚至没有也好，自己总在不停的反正在焦虑，有的时候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焦虑的是什么，就始终处于一种焦虑的那种状态。说过去我曾经举过这样的例子，像煎熬一样，像那个锅上放一盆水，底下点点小火，就那个锅一直冒泡，一直冒泡，一直冒泡。就你身体里面有一件心里有一件事儿，这个事儿它可能还没有发生，它或者已经在那儿了，你就想，这个事情会造成什么样的不良的后果？这孩子在外面，他每天他吃不吃饭呀？好不好好吃饭呀？他怎么样？他在外面可能过得很好，可你在家里面就总惦记他，他是不是怎么样？是不是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大家想有没有这种情况？对孩子是这样，有时候对老人也会这样，对周围的事情做事情也是这样。这件事情还没开始做就开始焦虑了，这怎么弄？这个如果这样怎么不行怎么办？开始焦虑起来了。所以这个焦虑啊，是很多人都有过的这种状况，或者说都有的这个状况。那么今天就讲啊，当焦虑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，就这个意识洪流，也是个意识，他不知不觉的焦虑之中。你比如说对孩子的学习，有的母亲啊或者父亲就不知不觉天天在焦虑，就意识那个焦虑的洪流，不知不觉的推着你往前走，推着你说话是焦虑的，行为是焦虑的，表情是焦虑的，等等都是焦虑的。就你被焦虑的洪流推走了，那么怎么样在这个意识的洪流中植入正念觉知呢？给正念一个导航，让他把这个能量不往焦虑的方向走，转个头往平和的方向去走。老师清楚意思没有哈？今天就要讲的是这样一个内容哈。那么大家注意哈，当你在焦虑的时候，你的头脑、你的思维就在演绎什么？演绎一些故事，一定是这样的。你在演绎什么呢？他怎么样会出现什么结果？还没有出现，你在脑子里开始演绎了。那大家想一想，你还没有出现的时候，你就开始演绎了，就等于没有出现，你就给他一个意识导航。这某种程度上讲，这也是心想事成。你总想那个不好的，你想那个不好的嘛，你就给能量导向了那个不好的，有可能事情就真的变得那么不好。所以当你在焦虑的时候，其实在干什么呢？你在产生焦虑之气。你一焦虑，你这个气是乱的，你乱的气，你给孩子是添乱，
给老人是，给哪儿都是添乱。所以当你在一定，哎呀，在焦虑的时候，你在乱，你这一乱，哎呀，就把乱交给了别人。所以有的时候说，哎呀，你别在这添乱了，他也没做什么事儿，但是呢，他已经真的添了乱了，他的表情、他的动作、他的言语、他的思想，就把别人那块怎么样，可能把别人给搞乱了，添乱。所以你看，你的一焦虑啊，你在制造这个乱的这个气。那么如何切断这个意识链条呢？大家注意哈，好，你头脑在演绎，也可以说你的那个精神、那个神跑到头脑里去了，在头脑里去编故事了。那么怎么办？有这样一个原则，就是什么呢？说用身体感知代替头脑演绎。我说兄弟们，用身体感知或者代替头脑演绎，或者代替思维演绎，切断什么呢？切断这个焦虑的链条。这个焦虑这个洪流链条怎么办？焦虑你就在想，用身体感知切断什么呢？切断思维演绎或者头脑的演绎。这怎么说呢？身体感知呢？我觉得要做好的话，如果按照下面这几步走，应该肯定能做得好。第一步什么呢？当你在焦虑的问自己，哟，我在此，我在这儿。因为焦虑往往是焦虑还没有发生的事情，或者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，或者说不在你身边的事情，你都在焦虑。真的，我在焦虑还没有发生的，将来不知还到底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生的事，我在某某地方，告诉你我在这儿，我现在就在家里的客厅，在这个书房，我在这儿，我没在孩子那儿，也没在什么什么呢，我现在是在这儿。所以一下子把精神怎么样拉回来，在哪？在这儿，在这儿什么地方？周围的房间，我的身体在这儿呢。这有点像什么？大家注意啊，比方我们做梦，呀，梦到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噩梦，又很紧张，很紧张。一醒来之后，一看看周围的房，这个房子很，这是我的卧室。哎呀，我确认我在做梦，因为什么呢？刚才在哪儿发生的什么不好的事儿，我没在那儿，我现在我在哪儿？我在我的床上。我在这儿。一说我在这儿，就确认什么呢？从梦中回来了。那个焦虑不也是梦吗？对吧？虽然说我们活在世界上也在做梦，但是那个梦就更多的梦，从那梦中回来，我在这儿。大概记住一点，就像你从梦中醒来，你无论是个美梦还是个噩梦，就是一醒来，回到了现实之中，我现在在这儿，回到了当下的时间，就从将来也好，从过去回到当下这个时间，从远处，从别的地方回到了，回到了这儿，回到了这儿，这是第一个，我在此，就回到了这儿。那么紧接着什么呢？还得往里走，往身体里面走，就是什么？我接纳，接纳什么呢？外面什么事我都接纳。现在我身体里有焦虑，有各种感觉，我去接纳我身体里的感觉。当你一去接纳你内在的感觉的时候，你的精神就回到了身体里面了。比方说，哎呀，我觉得这很难受。你别想，哎呀，我为啥这么难受啊？哎呀，我不这样。我现在是难受的。我现在这块是不舒服的。当你一接纳这种不舒服，一接纳这个难受的时候，这个难受可能就没有了。那你想，哎呀，我不想难受，哎呀，这难受多不好，越这么想越不好。我现在正处于焦虑的状态。当你意识到我正处于焦虑的状态，并且接纳，我刚才在焦虑，你这一接纳的时候，你的精神回到身体里面了，和身体有了感知了，那么思维的链条就切断了。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哈？这一点很重要。接纳，这个接纳包括接纳外面发生的事儿，比方说孩子在外面工作也好，干什么呀？他什么情况？我接纳，我这没办法，
相隔那么远，我也没他，我也没办法管他。我接纳。什么事情发生了啊？我接纳，是接纳外面。更重要的是接纳你内在，哪怕你内在有焦虑，哎呀，我焦虑，不要想，哎呀，我不要焦虑，我不要焦虑。你越想着不要焦虑，又添了一层焦虑。怎么样？我接纳。我刚才在焦虑。我刚才是在焦虑的。当你说我刚才是在焦虑的时候，哎，你就离开了那个焦虑了。说清楚一点，这是2点啊。一个，我在此，先回来，然后我接纳，接纳。那紧接着还有一个什么呢？当然这是一种认知，也是一种展现，就不添乱。刚才说了，你一焦虑，你的气儿是乱的，你给别人的气儿也是乱的。哪怕你的孩子不在你身边，在另外一个城市，你在这边焦虑，你的能量就会影响到孩子。过去这样讲，好多人觉得好像这怎么可能呢？你现在讲物理学就讲了，量子纠缠，哎，它可以纠缠到一起。我们很多人比如双胞胎也好啊，母子啊，父子之间也会有这种是远距离，他有什么那边有什么感应，你是相通的，这边那个血脉是相通的。说你这儿焦虑，你这儿乱，让对方更乱，所以他最好的爱是什么呢？是不焦虑。你不焦虑，也不担忧，怎么样？哎呀，我祝福，你就不添乱。我在此，我接纳，完了我祝福，或者叫不添乱。我祝福，祝福给别人，就把那个焦虑变成祝福。那这个认知上就我要焦虑，我就在添乱，就在添乱。所以用身体感知切断思维链条，这一点重要。用感知切断思维，用身体感知切断头脑的演绎，因为很多的焦虑就在于你自己的演绎，自己的演绎，你这一演绎就成了很大的那种，这个焦虑从一点变成大一点，大一点，大一点，越来越大。大概想一想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内容其实很简单，但是简单呢就真的需要我们在生活中啊你要去琢磨，要去感受什么呢？感受你有时不知不觉进入焦虑状态，这是很多人都有的这种状况。一有焦虑，马上我在此，我接纳，我祝福，我在此，我接纳，我祝福。你比方说，你在开车的时候堵车了，哎呀，一堵车之后，这很多人那喇叭按呐，或者哎呀，就开始焦虑了。说焦虑，哎呀，也不知道焦虑什么，可是就是焦虑。我在此，我就在这路上呀，我接纳现在这个状况，我用我身体的感知代替我思维的演绎，又有什么事儿了？我又耽误什么了？我又如何了？然后我祝福前面什么？一切平安，祝福没有什么车祸，祝福大家都什么呀？都平安顺利。说你这样一调整的时候，用这一些就把焦虑给替代掉了，焦虑替代掉了。我们身体里面啊，我跟大家原来曾经讲过，就身体里面就是我们有正气，但是好像也存在着很多这样或那样的气，比方说怒，说冲动是魔鬼，那就有个小魔鬼在那等着呢。他不是一冲动他才出来，他在那等着呢，好像是你一遇到什么事小魔鬼出来了。小魔鬼说出了魔鬼嘛，当然我们要管住他了哈。这个不是真正有个魔鬼，就是冲动是一股气，这股气就出来了。这焦虑也是一股气，如果你天长日久经常焦虑，这个焦虑就形成一个很强的一股气，遇到事他先出来了，他一出来就要代替你的正念，那我们学习传承话就要变了，就在这个焦虑的意识洪流中植入什么呢？正念导航。你的一导航，就把焦虑变成了祝福。
就把天乱乱的那个气，把它什么叫拨乱什么反正，变成了正气了，变成正气。所以啊，在焦虑的意识洪流中植入正念导航。好，我们现在再一起锻炼哈。最近锻炼，我相信很多人会体会比较深一些，就是关于这个安静啊，你往这一待静下来，要空下来。像这个站桩这种锻炼我们还是要坚持坚持每一天。我们直播是1星期3次直播之后没有直播的时候，大家也要这样去练往那一待，关键练那个静，练那个止一就止住了。这一静到哪儿去呢？我这一静人进到了整个虚空里，我和整个那个虚空是一样的一体的，那个虚空是不动的，我也是不动的，虚空是静的，我也是静的。别的所有的包括山川河流日月星辰云彩等等，它都在虚空里面动。我这一震，我成了那个容器一样就是虚空是个大的容器，那个背景我就是那个背景，其他的一切的变化都在这个背景之中。所以这个时候也允许有杂念，有杂念我也接纳。但是那个杂念你知道，当杂念出来的时候，你别跟着杂念走，你还是在那个背景中，还那个背景中，就像大海中的波浪一样。那个波浪再怎么大的波浪是什么呢？本质是水。如果你随着波浪我要上我要下，变成随着它走了，那就不是了。是你一待的时候我是那个深层的大海，我是水，波浪再起来它还会落到水上，还会落到大海里，还是水。所以你要随着波浪去演绎故事，这怎么风这么大，谁搞的这个，那就麻烦了。所以你往那一待的时候，我是那个虚空风来了，雨来了，冰霜什么来，那只是虚空中的变化，它那些东西呢是随时在变化的，所以叫无常的。所以我一待，整个虚空是容纳变化的，承载变化的这么一种觉知好，大家安静，安静。安静，脚分开成后8字，就站在这儿的时候百会一领，身体一松一解松，解放那个放是往下落，一解是松开，往周围松，空松，往整个虚空松。你就成了那个背景一样，手慢慢的上抬，身体微下蹲，
有点像嵌到虚空中了。当一说嵌，就有形有相了，就这种感觉，就你和虚空就是一个。就像这个虚空，没有虚空的底儿，也没有虚空的顶，也没有虚空的四周，是没有方向、没有封锁的。整个虚空是不动的，是那个不变的、不动的背景。所有的身体呀，各个关节，全部拆解开，一拆空了，拆没了，化到虚空之中。心息相依，安静。一动不动。
再次，我在这个书房，我在虚空之中，我接纳所有身体的变化，接纳而不分辨。内心深处慈悲祝福万物众生。
静，就站在这儿啊，越站会越轻松，越空松，越安静。百会上领，身体慢慢直起。脚慢慢合拢，手缓缓下落，重叠在肚脐上，静养。两手分开，我站在这儿，我在此，在当下的时空里，接纳所有变化，敞开心胸，张开怀抱，祝福万物众生。整个虚空就是一个慈悲的存在。齐平，全平，享受。
头顶上方停留一个呼吸着，慢慢下落。紧额头，面部，胸，指腹，到小腹，双膝软，腹归婴儿。两手负于足面，下颚，上体，下颚，上体，下颚，上体，转掌，颈腿的后侧向上，是命门点啊。注意双膝软，全身放松，腹归婴儿。颈脚外侧负于足面，下颚，上体，下颚，上体，下颚，上体，转掌，颈腿的内侧向上，到肚脐，点啊，两手重叠在肚脐上，
信仰。好，大家静坐静养。安静。调整呼吸，心息相依。在生活中啊，不知不觉就会有焦虑，那个焦虑的意识洪流，带着焦虑之气，有时候不知不觉的就窜满全身，要充斥整个家庭，带给了周围的人，就给周围的人添乱了。所以每当这个时候，要截断这个意识洪流，要植入正念，要正念觉知，正念导航。我在这儿，我接纳，就感受你全身整个生命的变化，以对生命变化的觉知，以觉知代替演绎，演绎各种故事代替思维，回到你生命之中。然后往往的那个焦虑呢，都会带着负能量，带着所谓烦啊、躁啊这样的一些气。那怎么办？一觉知全身，回到你那个心上了，你一觉知的接纳，我现在是怎么样情况？当你一接纳的时候，就回归那个心本身了，自然而然的你就能安静下来。你那个慈悲、那个爱呀，就会自然而然就有了。正念导航，一导航，把那个烦乱的气变成了慈悲的能量，变成爱的讯息，然后这种爱的能量在祝福你过去担忧的、焦虑的那个事儿、那个人，就把焦虑变成了什么呢？变成了祝福。这一点真的是大家要认真，没事遇到千万。在意识那个洪流、焦虑意识洪流中植入什么呢？植入祝福，植入觉知，植入正念，有这种导航，让身体的气，让你的能量啊，往美好的方向，往幸福的方向去发生变化。我们锻炼的时候，其实也是练这个，往里一站，我在这儿，我接纳，我祝福，那个无爱无疆，往一奉献，就是整个虚空全都是爱，充满了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，谢谢大家。